2003年8月15日深夜时分，沙特阿拉伯吉达的法赫德国王医院重症病房内，一个身形庞大的黑人老头，身上插满了管子。刚刚进来查房的护士在监护本上记录着，近几日来他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已经多器官衰竭的他估计再也醒不过来了。尽管医护本上填写的是他的化名，但几乎医院里的每个医生护士都知道，他就是伊迪阿明，一个曾经让乌干达人畏惧的独裁暴君。在他弥留之际，医院外媒体再次聚焦这位曾双手沾满鲜血的乌干达暴君，而他现在却正躺在病床上，半昏半睡中，他又梦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乌干达。在梦里，他还是那个呼风唤雨的苏格兰王，但这一切只是梦境。阿敏最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几个月前，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肾功能衰竭的他频繁接受透析治疗。身体上的虚弱和病痛使得这位昔日的暴君不复当年。每天的治疗和药物让他愈发憔悴，而病情的反复让医生们也感到束手无策。1979年，阿敏在坦桑尼亚军队的帮助下被乌干达反对派赶下台，被迫逃离乌干达。他辗转于利比亚和伊拉克，在卡扎菲的庇护下落脚到利比亚北部的萨勒城附近生活了一段时间，最终在沙特阿拉伯定居。沙特阿拉伯政府允许他和他携带的一堆妻儿居住在吉达，但条件是他不得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在沙特，他依然住着豪宅，享受着富人生活。毕竟8年的独裁生涯让他积攒了不少的财富，足以供他的余生挥霍。8月16日凌晨，78岁的阿敏多器官衰竭达到无法逆转的地步，他在昏迷中离世。阿敏的葬礼简朴至极，他被安葬在吉达的一处墓地，远离他曾经的权力中心和故土乌干达。由于在他的统治时期充满了血腥和恐怖，导致数十万乌干达人丧生，国际媒体对他的评价多是负面的。有媒体甚至在其讣告中直呼他为乌干达的屠夫。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独裁者，最终却只能在异国他乡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结束在医院病床上的孤独挣扎。虽然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留下的血腥记忆和暴行依旧在乌干达人心中刻下伤痕。那么，这位乌干达的前暴君独裁者为什么会客死他乡？那些关于他异常残暴，甚至吃剩肉的传闻都是真的吗？他生命最后的日子又是怎么度过的呢？下面就快订阅 Zero 档案，我们将为您讲述非洲头号独裁暴君伊迪阿明最后一天的故事。1925年左右，伊迪阿明出生在乌干达西北部的一个小部落里。由于他的母亲和卡夸族人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阿明便继承了血缘关系，加入了卡夸族。当时乌干达的经济水平并不高，很多底层人的生活也只能填饱肚子罢了。阿明的家庭也不例外，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乌干达黑人。后来，阿明的父亲在一场疾病中因没有现代化的医疗手段救治而亡，因此阿明从小便失去了父亲，只能跟着母亲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在阿明16岁那年，他获得了一个上学的机会。当时位于乌干达的一所伊斯兰学校在招收学生，黑人也能够就读，而且学费还比较便宜。阿明就在这里学习了4年。但千万不要小看这4年的教育经历，它使阿明的文化程度超越了95%的乌干达人。离校后的阿明一开始并没有找到什么稳定的工作，还是他健壮的身体和惊人的运动天赋帮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不久，他加入尼罗河曲棍球队，并成为这里唯一的一名黑人运动员。阿明用自己的运动天赋赢得了其他白人队员的尊重。可是令人惊讶的是，曲棍球竟然不是阿明最擅长的运动，他最擅长的是拳击。从1951年到1960年，阿明连续10年蝉联了乌干达全国拳击赛的冠军，其身体素质之强可想而知，这也为他日后进入军队并立下战功打下了基础。1946年，阿明以助理厨师的身份加入当时英国在东非地区的殖民军皇家非洲来福枪军第4营。在这里，他出类拔萃的身体素质再一次帮助了他。1.93米的大高个，200多斤的魁梧身材，再加上过硬的身体素质，这是军队军官们的最爱。做帮厨不久后，
他就由于极强的身体素质，被上级军官看中，并将他调到了作战岗位。阿明也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进入军队后的阿明如鱼得水，他身体素质极强，就是队伍中的白人士兵都对他十分佩服。另外，阿明并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武夫，除了壮实的身体外，他的头脑也远比一般黑人聪明。他讲话非常幽默，同样也非常善于拍上级马屁，常常几句话就能把上级军官哄得很高兴。凭借这项本领，阿明很快受到部队领导赏识。他在部队中步步高升，2-3年后甚至被上级军官推荐，幸运地进入英国威尔特郡步兵学校深造。当时正处在2战期间，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不断受到日军的侵蚀。当时英国主力都在欧洲战场，东南亚战场兵力不足，因此从非洲地区选拔了一些黑人士兵前往缅甸战场，阿明便在此行列之中。面对日军，阿明同样表现得十分英勇。他不但成功地在东南亚战场活了下来，还积累了大量的军功。时间来到20世纪50年代，此时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但是阿明却在这时站在了非洲人民的对立面。他跟随英国殖民军残酷镇压了肯尼亚人民的起义，在家乡乌干达，他更是用强硬手段镇压了当地的少数民族冲突，犯下了无数血债。但阿明却因为这些战功被英军任命为准尉，这是英国殖民军中黑人士兵所能获得的最高军衔。1962年，奥伯特带领人民赶走了英国殖民部队，从此宣告乌干达走向了独立。而阿明却无法跟着英国人一起回国，他因曾在非洲的种种罪行被乌干达军队逮捕。此时阿明已经认为自己命不久矣，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奥伯特只是象征性的惩罚了一下阿明，然后便让其留在乌干达军队中戴罪立功。原因很简单，当时奥伯特的手下太需要像阿明这样的人才了。他在英军中学过军事理论，且战斗经验丰富，正中奥伯特下怀。然而令奥伯特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这波操作完全是引狼入室。奥伯特将阿明留在身边重用，两人通过走私黄金和军火赚得盆满钵满。阿明更是明目张胆的中饱私囊，而对于这一切，奥伯特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奥伯特通过走私换来的财富收买军心，很快就把持了整个乌干达的军政大权。1966年，他推翻当时的国王弗雷蒂，独自掌控大权，自立为新的乌干达领导人。而阿明作为奥伯特的得力助手，自然也跟着奥伯特得到了不少的好处。阿明被任命为乌干达军队副总司令，但因为长期在军队之中，他的威望甚至大于奥伯特这个领导人。阿明此人有着很强的虚荣心，虽然他在军中有一定的威望，可是称谓中的副字让他耿耿于怀，于是他便模仿奥伯特的上位之举，发动了一起叛变。1971年1月25日，奥伯特前去新加坡访问。此时阿明的卡夸族亲信告诉他，奥伯特一旦从新加坡回来，就会将他的军权夺取，于是阿明便带领亲信部队发起了叛变。此时远在新加坡的奥伯特得知这一消息时，早已大权旁落，于是便逃往到坦桑尼亚，等待重返乌干达的机会。对于这个新上任领导人，乌干达人民并没有多深的了解，为了能够获得人民的拥戴，阿明对人民做出了许多虚假承诺，一时间一度让人们认为他就是乌干达的救世主。然而乌干达人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200多斤的小学生阿明终于坐上了高位，与所有的位不正的篡位者一样，为了坐稳领导人这个位置，他开始大力清除反对派及前领导人支持者。伊迪阿明清理反对派的做法十分残忍，只要查出来反对派所在的村落，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这个村落的人都会统统处决。据信3个月内死亡人数达1万人，许多灵体来不及掩埋，直接丢到河里喂鳄鱼。发电厂的进水口一度因为被灵体堵塞而无法发电。在1971至19722年时间里，更是将阿科利和朗哥2个部落进行大清洗，在每次行刑之前，甚至会邀请国民前来参观，并为此举办大型派对，载歌载舞。甚至据说阿明在行刑结束后还会进行品尝，故被他人称为食人狂魔。
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肆超度之下，短短半年之内，几乎乌干达所有优秀军官都没有逃过阿明的魔掌，进了阿明的肚子。而对于国家要职的选举，也全部都是阿明说了算。换句话说就是，只要你能让他开心，就算你是一个傻子，都能够谋个一官半职。在阿明掌权的8年时间里，因各种各样原因引发的冲突，导致乌干达有40-50万人丧生。因为阿明疑心病过于严重，只要是和奥伯特沾一点关系的都会受到处决。甚至有一天，阿明突然有一个疑问，会不会名字中带奥的都和奥伯特有关系？这足以洞见这位小学生的脑路清奇。就因为这无厘头的猜想，便导致全国上下名字中带奥的人遭到了处决。除此政治假想敌还不够，连灵体都要剥削最后的剩余价值。家属想收灵就要付钱，付不出钱就是丢到河里喂鳄鱼。其中一位政敌的手被卸下后，阿敏特地放到冷冻库保存，3不5时就拿出来观赏一番，还美其名曰与敌人对话。阿明上台后还做了另外一件他觉得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到全国各地娶漂亮的老婆，充实自己的后宫。他在全国大部落中要求每个部落都要推选一个漂亮的女子作为他的妻子，包括阿明在外面看上哪个也会占为己有。据不完全统计，阿明一共有13个老婆，他正式的儿子有36个，女儿14个。至于私生子女有多少，则无法考证清楚，也许连阿明自己都不怎么清楚。对敌人残忍也就罢了，阿明连自己的妻子也不放过。其中曾有一位妻子不听话，阿明将她超度，并且还进行了分解。在这之后，阿明将自己的子女召集起来，将分解的灵体摆放在桌上，他要让子女们记住不听话的后果。据说还有一次，阿明发现自己的情人之一竟然有了外遇，阿明当即暴怒，他马上下令将情人的出轨对象抓了起来，并当即杀害了他。处死此人后，阿明感觉还不解气，他又下令将此人的圣体烹熟了供自己享用。一次，一个外国记者询问阿明是否真的吃过圣肉，阿明竟然阴森森地说出圣肉太咸，不符合我的口味这种骇人听闻的话。与阿明的残暴行为相伴随的，则是他好大喜功的小学生行为。他给自己颁发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头衔，什么终身总统、各种元帅，还有大英帝国的占领者、苏格兰之王等等。他甚至还自称是地上万兽与海中水族之主，更不要说他颁发给自己的不计其数的勋章了。那时在公开场合，阿明的军服上总是挂满勋章，那些勋章有时重的把他军服的前大襟都撕裂了。出于和所有独裁者一样的想法，他一心要把自己塑造成乌干达人民心中的黑太阳。黑太阳对治国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最感兴趣的是英国女王的内裤。他曾公开给英国女王发电报说道：亲爱的女王，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真正的男人，那就到我的首都坎帕拉来吧。在女王生日时，他竟然要求女王将自己的内裤脱下来送给他当作礼物，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乌干达在黑太阳的英明领导下，经济实现了急速的下滑，人们生活民不聊生。对于这样的情况，阿明并没有找出问题所在，而是运用了独裁者的传统异能，将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在乌干达经商的亚洲人。伊迪阿明发布公告称，上帝在梦中告诉他，是因为亚洲人太狡猾，危害了国家的经济利益，所以宣布要将所有在乌干达的亚洲人驱逐出境。可伊迪阿明不知道的是，当初在乌干达做生意的亚洲人多为印度人，也正是他们撑起了乌干达工商业的一片天。而阿明才不管什么经济发展，他只想要在短期内获得极大的财富，来满足他的穷奢极欲罢了。而这些亚洲富人则是他最完美的掠夺对象。1972年8月，阿明下达命令，要求所有的亚洲人必须在90日内离开乌干达，并且只能携带$100离境。为了更好地达到目的，他甚至命令士兵直接到亚洲人的家里和企业进行抢劫。期间，他还大肆鼓吹亚洲人是乌干达的吸血鬼等极端种族理论，散播极端种族仇恨。短短的几个月中，在乌干达的亚洲人便损失惨重，他们的财产被全部掠夺，还有许多亚洲人在暴乱中失去了生命。
阿明发展经济的方式除了掠夺以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拉赞助。阿明最大的金主就是卡扎菲，他为了获得卡总的经济援助，遵循朋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的原则，和卡总一同反对以色列，还声称要制定一个在24小时内集体超度的计划。当然，计划靠不靠谱不重要，重要的是阿明靠着战队获得了卡总的大量援助资金。为了战队战得更彻底，阿明还将自己的极端种族主义带到了联合国，在联合国大会上，他甚至公开号召永远超度以色列民族，直接引发了犹太人及美国人的不满。阿明的这一系列行为很快便得到了恶果，首先国际上对他的评论极限下降，纷纷对他提出指责，其次乌干达本地的经济也随着这次种族迫害行动而被彻底摧毁了。乌干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了商品流通，人民得不到急需的食盐、白糖等生活物资，失业率也急剧攀升。然而阿明根本就不在乎人民的死活，他只关注自己的享受。在从亚洲人那里掠夺过来的财富挥霍一空后，阿明又将目光放在了本国的人民上面。一时间，乌干达人民的赋税涨了好几倍，彻底生活在了水深火热之中，饿殍遍地。这时的阿明又做了一个荒唐至极的决定：印钱。阿明显然是将印钞部门当做了经济发展的主力，大肆的印刷导致乌干达通货膨胀率高达1000%，人们手中的钱财几乎变成了废纸。而周围的国家也不再承认乌干达的货币，乌干达的经济再一次陷入了困境。而为了缓解这样的情况，阿明又有了奇葩的操作。1973年，阿明对外宣布英国是乌干达的敌人，没收了英国在乌干达的所有资产和企业，并对在乌干达的英国人进行欺压，甚至在英国女王生日时写信调戏女王。这样的操作直接断送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事后，阿明又去挑衅以色列，不光否认了欠下的外债，并劫持了以色列国民作为人质。得知此事的以色列并没有将阿明当回事，因为就连劫持人质的机场都是他们当初支援乌干达建造的。因此，以色列派出特种部队执行雷霆行动，仅用1个小时便将全部人质解救回国。由于阿明的残暴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乌干达国内反对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面对国内的反对声浪，阿明的应对之策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超度一切反对者。他命令一切反叛者都要公开超度，把成百上千的人赶到刑场观看。阿明统治乌干达的8年期间，至少有30万乌干达人死在他的手下。对于国外的反对势力，伊迪阿明便将所有的愤怒发泄在坦桑尼亚，这个云集了各路反对他的势力的邻国。他做出了一个将会葬送自己黑太阳地位的决定，攻打坦桑尼亚。1978年是阿明统治乌干达的第7个年头，这一年的乌干达人民已经不能简单的用民不聊生4个字来形容了。乌干达的经济、社会秩序在这一年已经彻底崩溃了，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混乱之中，要求阿明下台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阿明的疑心病也越来越重，总怀疑身边就有奥伯特或者坦桑尼亚派来的间谍。他经常毫无理由地超度部下军官和官员，甚至将他们满门超度，连小孩也不放过。阿明实在太过分，他的暴行并没有任何规律可循，乌干达军方的将领们都恐惧起来。很多将军觉得阿明不对也要超度，对也要超度，迟早会超度我们，根本就是个疯子。他们开始支持温和的政客副总统穆斯特法·阿德里斯，希望让他取代阿明执政。于是阿德里斯就倒了大霉，在1978年遭遇袭击，身负重伤，下肢瘫痪。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阿明派人下的毒手。阿明将阿德里斯强行赶到埃及去治病，又对曾经支持他的军人进行大清洗。眼见横竖是死，一些乌干达军人开始武装叛变，多次袭击阿明本人。由于阿明深居简出，这些袭击全部失败。失败后的乌干达军人为了避免满门抄斩，纷纷逃入坦桑尼亚境内。阿明命令部队追入坦桑尼亚，务必杀死叛徒们。面对入侵的乌干达军队，坦桑尼亚实在忍无可忍，出动军队将他们击溃。大概1个月后，
阿明在行宫中再一次遇刺。这次是阿明卫队叛变，叛军差点就将阿明生擒。阿明脱下军服，穿上仆人的衣服，躲在一架直升机底部，才侥幸逃生。死里逃生后，阿明陷入狂怒中，认为这是坦桑尼亚的奥伯特和尼雷尔策划的兵变。1978年10月，数万乌干达军队突然向坦桑尼亚发起了进攻。战争前期，由于坦桑尼亚军队缺乏战争准备，因此吃了不小的败仗。乌干达军队很快便占领了位于坦乌边界的卡盖地区。面对胜利，阿明乐观地表示自己已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甚至还公开嘲讽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让尼雷尔出来和自己打一场拳击，只要能赢自己，他就从坦桑尼亚边境撤兵。而乌干达军队在占领卡盖地区后，其暴虐的本性也彻底展现了出来。他们疯狂掠夺这里的财富，侮辱妇女，迫害人民。当时卡盖地区总人数不过5万，毙命于乌军屠刀下的便有8000人之多。乌干达军队的恶行彻底激怒了坦桑尼亚人民，总统尼雷尔迅速动员了全国的力量，短短几个星期内便聚集起10万大军奔赴前线。值得注意的是，坦桑尼亚此前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坦桑尼亚的军队也是全部由中国军人训练的，外界称之为东非解放军。这一战彻底打出了坦桑尼亚的信心，打出了东非解放军的威名。短短1个月的时间，乌干达的军队便被全部驱逐出坦桑尼亚国境。胜利后的坦军更是挥师向乌干达首都进军。尼雷尔打算彻底消灭阿明势力。阿明此前的大清洗，把乌干达军队中绝大部分有经验的军官都清洗得干干净净，剩下的只是一些不会打仗的窝囊废，他们只有残害老百姓的本事，一见到别国正规军就傻眼了。同样，由于阿明多次在乌干达军队内部搞大清洗，将军们人人自危，谁也不愿意为这个疯子卖命，所以双方刚一接触，乌干达军队就迅速溃散。眼见自己就要垮台，阿明只得恳求阿拉伯各国支援，鼓吹自己是穆斯林君主。阿拉伯国家也不是傻蛋，最终仅有利比亚的卡总挺讲义气，派出了2500人的重装部队去增援。但是没多久，卡扎菲的部队就惊奇地发现，乌干达军队完全是闻风而逃，毫无战斗力可言。他们向卡扎菲汇报，乌干达军队的士兵见到敌人就像见到了魔鬼一样，他们不敢近战，不敢夜战，甚至不敢长时间防御，更别说进攻了。他们的作战方式就是在几公里以外胡乱发射火箭弹和无坐力炮弹，或者用机枪胡乱扫射。一旦敌人靠近，他们就会跑得无影无踪。1979年3月，眼看大势已去，众叛亲离的阿明领着自己的几个老婆和孩子，仓皇逃离坎帕拉，前往乌干达另一个城市金甲。几天后，势如破竹的坦军在乌干达人民的欢迎下进入首都坎帕拉。此后，坦桑尼亚的军队一方面留在了坎帕拉，帮助乌干达人民建立新政权，一方面继续出兵金甲，帮助乌干达起义军收复全国。金甲被攻占后，阿明彻底绝望了，他只得带着几十名老婆、情人和儿女，被迫流亡海外。至此，乌干达的黑太阳落下了。阿明倒台以后，跑得比谁都快，他往日的属下们也都是墙头草随风倒，更无一个是男儿，早就跑得没了影。距离上次自己把奥伯特赶出乌干达8年后，同样的政变戏码又再次上演，只不过这次被赶下台的是阿明自己。就在当初被篡位的奥伯特重新回到了乌干达的土地上的同时，伊迪阿明正带着妻儿和亲信们开始了逃亡之路。起初，阿明逃亡到利比亚生活，希望得到卡扎菲的庇护。卡总也挺够意思，允许阿明在利比亚北部的萨勒城附近生活。可由于本性难改，即使在他人屋檐之下的他们，仍旧嚣张跋扈，在和当地的警察发生了冲突之后，被驱逐出境。无奈之下，阿明只能逃往伊拉克。然而，萨达姆对这位暴君的名声也是早有耳闻，对他并没有好脸色，因此他也只能忍气吞声，前往当初唯一没有得罪的沙特阿拉伯寻求庇护。对于这位流亡的暴君，沙特阿拉伯就显得大气了许多。对于沙特国王来说，只要阿明不要涉足他们的军事和国事，那么他的到来
也就是多几张嘴吃饭罢了。于是，好不容易找到避难所的阿明便不再搞事，老老实实的在沙特阿拉伯生活了将近10年后，谁料他贼心不死，竟然想回国夺权。1989年，伊迪阿明通过假护照踏上了飞往非洲的飞机，在扎伊尔的首都落下之后，便被当地警方逮捕。当扎伊尔的领导人蒙博托得知被抓的是这位暴君时，立刻安排转机将他遣回。此时另一边的沙特国王也被阿明气得够呛，并不愿意接受他的再次到来。于是阿明便如同过街老鼠一样，在非洲的各个国家人人喊打，不愿接纳。最终为了出于对非洲大局的考虑，蒙博托找关系跟沙特国王说好话，这才得以让阿明能够返回沙特阿拉伯。而回去之后，他也不再乱搞事情，老老实实的定居在了沙特阿拉伯。虽然暴君阿明在非洲不怎么受待见，但是在沙特安顿下来后，他的生活过得还是很不错的。毕竟他在乌干达做了8年的总统，逃亡时带走的钱足够他余生继续维持奢靡的生活，同时他的身边还养着带出来的几个老婆和孩子。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杀人魔有这种结局，不免让各位看客心中愤懑，但历史有时候就是如此。在异乡的阿明仍不改夸张作风，以暴饮暴食、大吃炸鸡、烤全羊等重口味料理闻名，但也因此患上了糖尿病与心脏疾病而导致中风。2003年8月16日，阿明因高血压引起的多重器官衰竭，在沙特阿拉伯去世，终年78岁。这位有着食人狂魔之称暴君，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